那可是川普对于中国大陆的态度可就不一样了。我们看到那天他发文呢，他说这个跟习近平说谢谢，然后还说要大陆多采购4万的大豆嘛，结果看起来这个虽然他这样讲，美国伟大的农民订单优质的大豆啊，希望增加4倍，然后让大陆来采购啊，显然中国没有要配合买单哦。美国大豆的超肥订单没了。美中贸易谈判，因为现在延后90天嘛，还没有进一步的结论。贸易商说啊，大豆出口商今天已经错失数十亿了，因为中国的大豆已经选了其他地方。是巴西好吗？要买的是巴西船运都订好了，所以并没有要买你美国的哦。那继续释放不损利益的明确信号吗？美国的关税战要送给日本福利，也就是说，那好吧，大陆如果你进口关税很高，那么大陆的产品往哪里卖？例如大蒜好了，进口单价已经下降了18%，卖给谁？卖给日本成了最佳选择。央视的牛弹琴他说，中国释放了一个强烈讯号是，中国人讲道理、讲规则、讲诚信，但损害中国利益的时候，拿中国利益当投名状，中国就坚决不答应、不接受，更不会没有反制，一定会还以颜色。像加拿大就是以保护国内产业为由啊，突然间莫名其妙的，除了美国这边也要对抗，那连中国大陆这里也是突然从8月1号开始，对于来自于美国以外的国家，都像中国钢铁成分这些产品啊，都加收25%的这个关税。立刻的大陆商务部12号也同时回击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什么加拿大的菜籽油啊，倾销度很高啊，还有其他的产品啊，就直接裁决也要以幅度26.2到40.5这样的比例来加以回击，一起互相的来对抗。那美中的贸易呢，现在是说这个困局吗？虽然延后90天，到底有没有像川普觉得的这么有希望？那其中福斯商业频道是说，中国呢是不是可能像日韩啊、欧盟那样啊，为跟美国达成那个贸易协议的部分，做出数千亿美元的对美投资承诺呢？财政部长贝森特直接回答，他的感觉是不会啊，因为很多资金会用在我们需要的回岸供应链，就是说要回到美国来投资来设厂啦，很多产业呢必须要从中国回流来生产，所以办不到嘛。所以像这种所谓的投资，看起来它已经不计算在内，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的转弯呢，在这个分析德国之声里面是认为，川普之所以对中国态度放软，一方面是担心重税啊会冲击美国将造成的消费旺季，所有的产品低价产品没了，平价产品没了，那造成失衡。还有另外一方面，希望争取更多的时间，包括科技啊、能源啊、稀土这些矿产啊。是不可或缺，只能从中国拿到的这个部分，要争取谈判空间。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说，中国大陆比美国更愿意打一场全面的贸易战，更打得起来。所以呢，这次对抗造成的经济结果，川普恐怕是无法承受的。我们看到很多报道啊，说整个美国的市场里面已经有大裁员，连像翁履中教授在的德州这种能源产业也在大裁员。各种的原因，除了经济景气，还有川普本来对劳工的那个重视政策，已经也跟过去不一样了。路透社就分析啦，现在为了要跟中国的大陆的这种晶片 AI 上面的对抗，甚至要在先进的 AI 晶片里面的货物里面，还要不准不卖给你哦，可以卖给你的还要安装追踪器。看是卖到哪里去，有没有跑到其他国家或辗转进到了大陆？还有晶片销售的抽成，先前不是辉达之所以可以这么有利，就是因为给川普抽趴嘛，15%嘛，结果还有后续，川普证实跟辉达达成协议，到大陆市场的 H20的晶片许可有5%营收分润，然后呢，除了现在目前适用辉达跟超微之外，未来其他的公司嘛，出来蛋。这个由发言人宣布的，会扩大到其他公司，也要全部由公司抽成。过去讲说从来没有过这个政府直接出口还要抽成比例的，这现在就直接开始，而且还要扩大办理。关税转嫁消费者，就是在美国现在的现象了。美国很多民众惊呼物价至少涨1.5倍，而现在才刚刚开始。很多网络上网友就学习川普的口气啊，哎呀 ，Make price 就是让这个价格再次的伟大啦，自己投的自己负责啦。这就是美国现象，而川普在美中这一块反而是最柔软的那一块吗？亮哥，这个美国之所以会对中国让步我觉得有2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工业产量占全世界35%你美国只有12%，那日本是6%，德国是4%，
3个加起来才22，中国是35哎，所以你几乎可以去想象嘛，沃尔玛、Target、Best Buy 这种大的卖场，它的货可能都有1半以上都是中国来的啦。那你现在是面对 Christmas Sale， 这个时候就要开始采购啦，没错，你哪受得了啊？所以一延3个月就到11月了嘛。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中国的出口有1/3是外商企业负责出口，这里面有多少是美国公司啊？打到自己人，你打到自己啊，一定会有很多人去跟川普讲嘛，你不要打自己吧。比如说苹果来讲苹果手机以前还没有印度的时候，那大概占美国的总贸易额大概有将近1/10耶。你打打看，你都在大陆制造啊？对啊，以前嘛，那现在它是挪到印度制造部分了，28%左右所以我跟你讲，他现在的意思，贝森特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这些美国在大陆的公司就直接回来美国投资嘛，所以这个不会是中国的企业啦，不算在内，不可能一定是美国自己的企业，没错。可是我讲白了，美国的企业愿意回去吗？库克答应了，但不知道做不做得到。我跟你讲他现在是这样库克投资的部分，就是比如说他做那个康宁那个大金刚的玻璃啦，那个本来就要在美国做嘛，类似这一种的，还有他的 CPU 啦，就在美国做了就那个比较贵的零组件就在美国做可是你说完整的供应链怎么可能呢？所以真正的状况很可能就会造成你未来美国的成品里面还是有很多中国的成分我觉得贝森特这个人是很务实的他已经发现了所以他也知道说苹果你给我回来，这句话也是讲部分而已啦。而且库克这个人不会说谎，他就直接告诉你我是要投资这个项目那川普听了半天说这样子好像也不是一只手机事实上不可能嘛，事实上不可能嘛，一只火鸡也差不多。不就是说他大概只能够就零组件拆，然后说哪一些比较重要的就放在美国，大概是这样而已啦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就是中美这个贸易博弈的性质已经越来越明朗，基本上的差异，就是做贸易来讲，你是不可能脱钩的啦大概只有赖清德在主张脱钩了连美国都已经知道不可能，所以真正的本质现在越来越像科技战了就科技就是双方互不让的，那现在就要拿项目出来，要不要交易比如说中国要高速频宽的晶片，那个记忆晶片 HBM， 你美国要不要跟我交易？我觉得会越来越是这样。好，当然美中接下来本来说要跟习近平会面但这个时间没有谈定。那谈话的内容呢？现在光是要对抗的这一块，川普讲这个大豆没有买单，这也是大陆的一个态度的展现。这样的，这俄乌对现在这美苏的谈判里，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川普要面子，然后呢，普丁要理智。现在你不觉得中美的贸易谈判也开始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因为他发动者下不了台，那发动者不断的延，不断的延，不断的延嘛，就这个发动者嘛，这代表什么？你不断的休战，就代表你认怂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要下台，他要的面子，可能中国呢就是要的理智。中国要的理智是什么？台湾小心一点，那个理智不是离子，是理智，是在台湾第二个呢，就是对川普来讲，期中选举越来越接近，那共和党大部分都在农业州，农业州是要命了。没错没错，农业州要命了，是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这个布达拉斯加的 GDP 就降了6%， Nebraska 那就降了6%，为什么？就是玉米大豆的原因嘛，是吧？密西根州的大豆就是出了状况嘛，是吧？这个时候现实都摆在那里。那美国呢，可以讲呢卡住了，这个中国卡住了美国2个，大家只以为说像这个什么稀土这一类的，不止，是民生用品。为什么不断一延再延？大家都知道，圣诞节可以没有礼物吗？圣诞节可以没有东西吗？那东西从哪里来？全世界是中国大陆在供应的嘛？那个供应的能力我最近刚好有一个机会去参观了2家在安溪的工厂，
我靠，我的天哪！专门做那金这个呢，金类就是金属产品的出口。我们只有讲一句话：除了中国以外，谁能够有这样的供应能量呢？再过来，这是中美呢，在这一次里面，大家都受伤，中国也受伤，美国也受伤。问题是这一场持久战呢，这一场8年抗战呢，谁撑得下去？这里面就涉及到了整个的政经体制啊，就出问题了。美国要做什么？后面一堆利益团体啊，那是很压力的。那中国呢？它整个是国家呢，可以讲一条龙一条线呢，它整个一体呀，它可以来运作，所以它可以下决定，它可以下决策，它的转弯比它快多了，它的包袱比它少多了，它的国营事业所占的比例有多高？它的民营大企业基本上是它能影响的，对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这一场美国的发动这场仗，它最后只有一条路啊，那就是必须就有休战。所以他很多人讲嘛，在这一场战争的结果是美国让中国打赢了这一场战争，而且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这个礼物里面，美国的软实力受伤了，那么呢，国际形象受伤了，人民呢也一样受伤了。所以以中国自身的条件呢，现在正在前面追赶以外啊。川普说他赢了。他天天赢马了，怎么跟我们总统都一样？他天天赢马了，他说的好像，对不对？他到现在为止，他的那个白宫的日报每天赢麻了吧？因为他如果只看股市，川普投顾的话就是赢啊，他赢麻了，大家赚钱啊。只看股市涨的话，跟台股一样。发挥一下，岳老师啊，不是我最主要讲哈，我觉得我们的第2趴林非凡应该好好看一下了。这个美国就是遇弱则强，遇强则弱了，千万不要以为美国对中国什么容忍啊，美国对印度凶得不得了啊！哎，你讲一句话，啪啪啪啪3个巴掌，再讲第2句话，啪啪啪啪又3个巴掌。啊，什么25变50%了，然后最后还要羞辱你，跑去跟巴基斯坦挖石油，还你们公开讲石油挖到了卖给印度，这种羞辱，真的是这个简直是天才。千万不是那个石油还是从伊朗来的呢。千万不要以为美国不是看你的实力，我跟你讲，川普以前不是傻子了，大家记不记得3个月前啊？3个月前他们就讲说，你买圣诞节的礼物娃娃，你玩2个就好啊，你干嘛要玩30个？记不记得啊？后来发现美国人都要玩30个，他加了个30个，他就没办法了，因为这个是贝森特这个人是嘴巴很硬的。啊，人家到哪去都非常谈判的时候，对于欧洲、对于加拿大说宰就宰，说刮就刮啊。所以说呢，这里面讲的一个情况下来讲的话，千万不要以为美国对中国什么特别，美国一点都不特别，美国自己认怂了，因为他遇弱则强，遇强则弱，非常明显。但是我觉得后面的有关于 H20的芯片当中的问题啊，就是浅秋刚刚讲到说这抽成15%，我在想，出口抽成，我只听过抽头啊，流氓的抽头，没听过啥叫抽头。而且我在想说，这个也不叫关税。你既然要卖给人家东西的话，你赚了钱，这个保护费大概就是流氓的项。但是我觉得路透社讲的消息是美国先进芯片里面啊都要安装追踪器。你记不记得上个礼拜玉渊谈天里面讲了一篇文章，就是讲说 H20非常有可能有后门啊，把黄仁勋叫过去，黄仁勋百口莫辩，绝对没有，把自己嘴打烂了都没有。对不对？但是的话呢，玉渊谈天里面讲说，要买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是你要记住，它有非常强大的危险性。而在这里的情况下来讲的话呢，这个中国绝对不容许你负责这种事情，尤其是将来 AI 的发展。在一开始，我说句良心话 ，H20过2天了。大概没有人买。首先，第一个它是第4级的芯片，然后再者的话，他美国人自己讲叫他再开后门，那怎么可能？那再加上华为也很争气啊。那个 DeepSeek 已经确定不买。对啊，那你现在这样讲好，过2天了，过2天等馆长到了华为，你看又有新的消息出来。真的，好，来看看美军的一个新的意外消息，这个蛮扯的，怎么会有这样的状况？这个是非常罕见的意外，被这样形容，是因为呢，美国的一个机场哈，居然发生有一架 F-15D 的英式战斗机，透过画面看到，哎，怎么后座有人弹射出来了吗？然后在准备滑行的过程，为什么会有人从后面弹射出来？然后还有那个降落伞出现在这个机舱后面这个位置，那发生什么事？没有人知道，大家都在问怎么回事？这个是不是按错了按钮，让后座的这个副驾被弹射出来喷飞了？
那还是整个去年发生什么事情？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官方的正式说明。但这个影片一曝光，大家哗然说：哇，这个不能怀疑美国哈，也不可以怀疑美国的这个军事训练到底有没有问题吗？发生什么事了？因为光是 F-35各种的军事的设备要往外卖，这是川普的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嘛，要大家都买美国的军品。结果呢，现在西班牙直接因为军费的占比要求提高，这件事情告上华府推定 F-35，瑞士也是推定，印度也说直接拒绝购买，但是 F-35当然密集出事，前面2架已经坠机，那么另外有一台出现意外，那么还有最近美国呢跟中国大陆的这个解放军互相有一些对峙的情况，例如解放军在黄岩岛领海这里看到美国的希金斯号驱逐舰进到了这份的领域，那么结果呢，直接被整个跟监啊、监视啊、抵近啊、警告驱离。那当然，目前美方还是没有公布这次行动的具体细节啦，但知道结论是说，就算美军的这个航舰啊飞到了这个附近来呢，仍然直接是被中方在黄岩岛虽然不承认这个位置，但仍然是直接被驱离的命运。还有美军的雷达突然出现了5个光点，说是中国大陆在阿拉斯加这里很接近的位置，大概已经接近美国海岸130海里，出现5个光点。5个光点是什么？是中国大陆的破冰船吗？北美防空司令部立刻派出 C-130J 去巡逻机，看看发生什么事情。那赶快去监视。很近的吗？很担心吗？但是很讽刺的是，双普会大家都知道，普会要见面了嘛？到底泽连斯基有没有得参加？有没有板凳可以搬？不知道。但是呢，这个地点选的曝光的位置就在阿拉斯加。埃尔门道夫这个所谓联合基地啦，这个基地就是过去长期扮演监控啊，还有嚇阻苏联的重要战略角色。结果2个人就想要在这里即将来决定乌克兰的命运吗？那川普直接讲如果首场会议谈得很顺利的话，我会考虑啦，也许之后会邀请泽连斯基进行3方会谈先看我们2个人谈得怎么样再说。所以泽连斯基只能继续在线等。看看人家会不会把你找进来，还是不知道，还是人家就决定了你的命运呢？而美国是不是说内乱？上次 LA 来过一次，现在在华府这2天持续的进行，川普派了国民兵去接管华府。从前一天到现在24小时，全天有看到这个很多的这个军车啊、坦克车啊，都开进了市区驻守。这800名的国民兵正式展开叫做让特区再次安全的联邦计划。画面上都可以看到这个装甲车陆陆续驶入这个著名的地标，观光客在路上也都可以看到，像这样的装甲车部署在纪念碑附近的画面到处都有。这个美国媒体评论驻扎是为了要展示川普的命令，一个秀的概念地标景点有国民兵进驻的装甲车，但国民警卫队出现在华盛顿特区，到底有没有其必要？有没有这个紧急到这个情况之下？市长是拒绝同意的。市长说，这个包塞说，否认该市的犯罪率已经失控，把国民兵部署在这里叫做专制的驱动。这种闪电的突然一个宣布紧急状况就接管之后，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就说是不服从就付出代价，这是卫报的分析。他就是说，如果呢军队到华府，你如果有不听话的各州，不是我的选民的各州，或是不是我的人的市长，你就等着一个讯息，对他不够顺从的城市跟州，就要被迫屈从他的意志，让任何不服从他的人付出代价。那接管华盛顿的这个合理性呢？其他很多的数据，《纽约时报》也报道了就是最重要的是跟检察官一起举出来的数字都是错的，包括了犯罪率，说谋杀率历史最高啦，华盛顿的67.万人口发生274起凶杀案是20年最高啊。结果其实这都不是最高，甚至在发生凶杀案之后，记录正在下降当中。如果追溯的话，也不是过去以来最高犯罪率严重的地区，但是直接被川普引用，跟这个华盛顿的联邦检察官一起说，因为华盛顿的犯罪实在太严重，史上最严重，无法忍受，包括当然街友跟涂鸦他也不能忍受嘛所以就做出了行动。显然，亮哥在川普的内部的整顿上面，也是有蛮大的行动，配合在军事、在国际上推销军品。我现在就是西班牙、瑞士还有印度，因为美国对它的贸易关税条件太苛嘛，所以他就用拒买 F-35来当做筹码。这个我倒没有想到，没想到有这一招这个瑞士其实是一个蛮骄傲的国家啦。
他就觉得我东西做得好，像我这个劳力士啊、瑞士军刀啊、巧克力啊，还药品呢，卖得好，我也有错吗？纺织哦，所以他们是很难接受了，所以就产生这种现象啊。我认为绝对不是那么顺利的啦。我估计下一个冲突点一定是欧盟啊，因为欧盟你说要投资美国6000亿，怎么分账啊？谁出钱啊？真的，谁出钱啊？拜托，又不是一个国家，所以我认为执行起来一定会出问题啊。那我觉得，其实中国大陆的破冰船到阿拉斯加海域附近啊，这个倒是令人意外啊。就中国大陆市场常常会有一些让你意外的突破出现啊。抵近你的领土附近，有的就是做出来了哦比如说那个第6代战机是而且不是做出来而已，3个厂都做出来，飞给你看。这个实在太难以想速象度之快，它是3个不同的厂都做出来，不同的机型，对，都不一样，都做出来啊。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就是它应该本来大家在统计破冰船，都说中国大陆应该远远落后于俄罗斯。结果突然之间就跑到阿拉斯加，还5艘出现这个接近海岸线哦，很接近哦。就是他可能藏拙的很厉害啦，就是很多东西都没有讲啦，他就实际做了那现在就被美国看到了，跟川普相反。大概这个川普说要做 F-47，到现在没有人认为做得出来有照片。那这个华盛顿坦白讲，这个犯罪的资料。这个2024比2023是少了20% 的犯罪率所以川普就是故意的啦。那这个是有一个法律条例，是华盛顿，因为它是特区嘛，总统可以下令这个国民兵进来强化治安维持他现在的运作就进来800个，然后120个去巡街啦我认为川普一定会认为说。这个共和党的选民一定会觉得这样自然会比较好，就是一个秀而已啊。对，你看他那个中场社开进去，我跟你讲，他法律是这样，他可以维持30天，对，30天，超过30天就要送国会同意延长我觉得他是故意的，就是到时候就送国会看大家要不要。我就认为你治安不好，你知道我的意思？那个市长就觉得很冤他故意斗争你啦。我跟你讲，接下来他最大的目标就是纽约市了，我就是要搞你，一个个来，我就说你治安不好，对，因为治安这种事情统计数字有时候不等于有感的犯罪啦，因为如果是谋杀案，那个1-2个大家就很有感所以我是觉得他是在玩这种治安的政治啦，就是你都用数据我就告诉你老百姓认为很差，就是用这样来搞你啦，那。因为这些都是民主党的城市了，因为明年要选举了。司马昭之心。不过装甲车进驻在市区，感觉好像犯罪率至少应该会低一点吧，有示范效应。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坦克车。川普发布紧急命令，说要立刻让国民兵进驻到华盛顿之后，这样已经算2天了。现在持续在各个景点都可以看到，纪念碑旁边也是都有装甲车进驻在当中。委员怎么看？这个上个礼拜吧，就是谈到华府，年龄官长说华府的治安很恐怖。那我虽然我并不了解，所以我进一步去了解。华府现在是美国10大致命城市之一，10大致命城市那这10大致命城市呢，问题是。他现在呢是30年来治安状况最好的一年，偏偏是这个时候进驻。对，那23年到24年呢，刚才就同时看一下，凶杀案降了32%，抢劫案降了39%，持械抢劫案持枪抢劫案呢降了53%，危险武器袭击案降了27%，是30年来最好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他这样做？这个所有的原因大家来猜。但是我把过去整理一下，发现一件事情。川普正在转移焦点，就会在干这种事情。所以第一次跟中美这个贸易就 delay 的时候，那时候那你不是认怂了吗？一定会被讨论嘛。所以加州就出现了国民兵了。所以大家就去讨论加州。
然后呢，爱泼斯坦案呢，就是那个爱泼斯坦出现的时候，那个八卦讨论的太精彩了。这时候他是去制造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在那个华盛顿州有一个足球队啊，就是什么，就是华盛顿指挥官队。那本来那个叫做呢波士顿红皮队，那红皮就是这个印第安人嘛。那他说怎么可以改成这样子？这个完全是白左的意见，有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要在那里盖一个体育馆，他说不可以，我不可以，你要把它改回来。那这个是在美国里面就吵起来了，爱泼斯坦呢又没有人讨论了。那现在里面你会发现，这是美国呢又造成了这一个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个问题了。这时候就来了一个什么？又来了一个这个游戏了。所以30天后，他大概也不用送法院了，因为另外一个案子会出现，这个就结束了。不会到30天。不，所以呢，他的这个案子全部是屁股来决定的，不是脑筋来决定。所以美国民众也蛮好骗。我妈了，那他马上就转弯了。台湾的民众比较难骗，我觉得转移都失败。不可以怀疑美国。大概就是这样子。清算政敌，不同的州转移新闻话题。对，但是呢，重点通通都在哪里？通通都在民主党统治的地区。这也是司马昭之心哦。看起来这个国民兵也只是一时的秀，看能够产生什么治安的效果，拭目以待。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总是让世界惊讶，除了川普的关税政策，光是这个飞机弹跳，到底发生什么事？居然影片吓坏大家！哎呀，飞行员直接按错按钮，弹射出来，还得了？我预估他按那个按钮是调升的时候，直接跳出来以后，因为本来这个比较先进的战机都有这种设备嘛，你要就紧接着挨到火车撑不下去的时候，就一弹出来飞出来，我们平常也看到。但是在机场在滑行就飞出来，真的没见过。高度不够，不会有。我觉得这个不是按错按钮，就是这个机械故障。但是我认为按错按钮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 F-15是个很先进的战机啊，对不对？美国的战机我们印象当中都是很厉害的啊，对不对？所以才卖的特别比较贵啊。不过不管怎么讲了，希望这个飞行员没事了。但是他出来以后，这么短的距离里面，就是能够。那我都没看到降落伞的情况，我都不晓得这个人他有在那个机翼上面挂在那边，在机翼上面，画面上可以看到。那的确就是逃生了，不够高。对。我现在讲一下华府我讲一下这个，因为很多人搞不清楚 DC 啊，Washington DC， 因为这个是一个川普要做这种事情啊，因为美国的情况，所有的downtown就市中心，跟我们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现在讲到这个什么信义区啊，什么市中心都是富人区，抢着往里面住啊，又方便啊，价钱又高啊，什么的，看电影啊什么的。生活机能好啊。美国刚好完全相反，完全相反。因为在座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因为在美国，我们通常认得的朋友，他会告诉你他们家里院子多大啦，有游泳池啊，什么都一定在 suburb。那就一到了美国就消失了，不会告诉你的极有可能住在downtown就是每天要跟这个有色人种搏斗啊什么的生存。但为什么downtown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就有2个原因了。第一个就是美国是一个这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嘛，你也无可厚非。那在downtown里面的话呢，求生容易这是第一个无可厚非的，就是然后第二个情况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是整体来讲的话呢，美国原来是有一个比较宽容的传统，就是在这个市区当中什么的。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2小时陪伴我们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前立委李胜峰，浅秋好，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浅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赖总统在一连串不管是国内的灾情啦，国际上我们的关税问题啦，对内对外各种的议题，当然有个最新说这个政策的改变，普发1万终于要做了吗？那国民党蛮有意思的，他公布了一个最新的动漫影片，模仿美国的这个动画，还蛮有趣的，在直指痛点，来看看这段影片。然而，校长、乘客都说你走错726公路，整个大罢免、大迷路啊！没错的，那是因为你们智商不足啊！哦，你再这样，我要唱歌喽！没意见了吧？大家赞成吗 ？OK， Jason。Our school's computer lab should run on nuclear power. 对，时代不一样，用核能已是各国趋势。
不能这样了，非核家园是当年招生卖点啊。但是不能违背科学、理性，落后世界潮流。莱尔校长，你看。 How about we take a vote? 投票好，1比2，太好了，那就是我赢了。 What? 什么？拜拜。不是表决多数赢就可以，不是这样哦。大家看出来谁是谁吗？蛮有趣的一个动漫。那它这个叫动画啊。那个旁边看到有2比1啊，我是1吗？当然就是我赢了。这是不就是他的名言吗？不是表决多数就可以赢啊。啊，有这个。 纸面人呐、还有看到柯建明嘛，好多个人啊，所以在为赖总统的执政的这个被反讽变成一个好像很好笑的笑话一样，普发1万的时候才要确定，行政院拍板通过了修正案，原本今年应该要10月启动条例的规范哦，发放完毕之后，修正之后1个月之内可能可以启动发放，7个月之内可以完成发放。哎，大家讨论说，哎，不是说违宪吗？啊，不是说那个一定要再送。 虽然不一定会这个复议已经来不及复议嘛啊，一定他会送释宪吗？那现在是怎样？确定要毁宪乱政吗？他不是说蓝白毁宪乱政吗？那尤其这个反对的，还有包括了很多绿营的名嘴哦，他们说千万不行，他反对发放普发现金，因为如果现在退的话，再次的让步就提前宣布赖清德进入看守期，向蓝白投降跟认输。 所以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如果不想领的，你们可以不要领，让需要领的人去领就好了啦。哦，那到底这个1万块对民众来讲，既然是在野所通过的条文，民众也很多人需要，为什么不能做呢？而抗中过去已经证实在726没有用，馆长这次的深圳行直接又再打这一点，去看无人机大疆，一直全程都是哇。 一直叫做惊呆的脸哦，全程的表情都是像这样，哇，惊呆哈。那这个无人机秀有2000台秀给他看，飞行表演大战台湾人跟大陆人呢都是非常的友善的，尤其大陆人对台湾人很好的啦，希望台湾夜空也能够被无人机点亮。其实台湾那时候很多的无人机的表演也是来自于大陆。 只是后来不愿意承认而已啊。那其实现在无人机的技术的确像馆长去看的这个大疆，现在在全球都有非常高的市占，又便宜，技术又好。那他同时也在讲啦，就是在深圳直播，就是要气死青鸟，说青鸟嘴巴抗中，身体却挺中，听听他怎么说。 我们今天我就是要气死民进党，什么馆长需要帮忙啦，馆长被大陆禁播啦，各式各样的假新闻哦。 都三立民视不断的在做，包含他们昨天的政论，也都在乱讲。大疆强到所有人必须买大疆，台湾所有人，你看连黑熊、连民进党都必须用大疆，因为没有别的品牌比较好了。就台湾的青鸟就是嘴巴抗中，身体舔中，大家门打开，全部都被你 China，right？ 这是一个观察的指标。所以馆长对于所谓抗中的牌，他走到了这个地步，他怎么讲呢？目前是对于年轻人影响是什么呢？那他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说台湾人自己觉得很厉害，却落后10到20年。他讲的是大无人机这一块了啊。那台湾人买的东西永远都是最贵的，贵的车、科技产品。那原因是政府保护财团利益，不是人民利益。财团都是自己人吗？人民需要便宜好用的东西。像他去深圳的时候，看到这个双 B 啊，不只是内卷的比亚迪的汽车便宜，在双 B 汽车为什么到大陆也很便宜？他说这个深圳人换车蛮勤劳的啦哦，买车像买白菜一样啊！这种话如果说真的台湾任何一个政治人物讲的话，大概已经出征到翻过去也不用立足了。可是他讲没有问题，他说台湾同胞应该回家了。大家应该要手牵手，而不是成为敌人。我们是家人，家人就该回家。哇，这是完全是在这个参访的行程里不演了的，全部最真心的对话了啊！抗中招数是不是像馆长这样的行程，告诉大家真的是没有用了吗？这个司法上面记得吗？上一次在立委选举哦，有信义区的8名里长。分别涉嫌说以参会送礼什么帮徐小青辅选立委这件事情就被抓起来，还有当时临时约谈啊、搜索啊等等各种动作，最后呢，在法院方直接被认定没有违反选罢法、反渗透法，全部都不起诉，检方最后不起诉处分。然后在院方的部分呢，台湾共产党收中资介入选举，当时也搞很大，哇，他抓起来要干嘛的？结果检方呢？起诉之后，院方直接判决无罪，
检方上诉啊，还痛批院方是叫做判决违背法令。那到底是谁违背法令？因为赖17条，毕竟现在也没有在立法院能够通过啊。如果赖17条通过，还真的这每一件事情都是违法，包括我们一般人到大陆去，这种馆长自由一般人去，可能赖17条都有规范哦。但林非凡出现了，前一次我们在讲什么黑箱关税黑箱的时候，都在呼叫他都没有出现，但他现在出现了。他现在公开在受访的时候讲，以美论对于什么人最有利呢？就是中国。中国最重要，让台湾内部混乱，外部没有盟友，这样子的话，台湾就会只剩下自己，回到一中跟9·2共识的框架。那他怎么这次不讲黑箱了呢？还有这个骂法，不能怀疑美国，也骂到自己的国师啊，连谢金河公开的讲，川普啊，一心就要营造川习会，动不动就修理台湾。那这样的话，让台湾在这次关税谈判上吃足苦头哦。当然，我们的谈判代表是一个字要去批评质疑，美方都不敢讲话，都很严谨。但谢金河也讲了大白话，那林非凡也觉得他不对嘛，不该怀疑美国嘛。赖清德不让以美，台湾民众开始怎么样？形容词叫《每一条电子报》写形容词叫做仇美，根本就不是以美，开始仇美，被欺负到这种地步。台湾到底该怎么做？上次发文说台湾是怎么失去川普的这一位前美国国务院的顾问呢？惠顿，他这次我觉得是用反讽的算法。上次被笑，民进党就说就是你拿不到公关预算、外交预算，所以你才会骂我们的。就他这次再发第2篇文，讲得更酸更重。他说你们本来就在台湾的在美国的国会没有影响力，不用你们讲的那么厉害。如果真的厉害的话，我呼吁你做哪些事情测试就好了。呼吁台湾干脆直接淡化中华民国的象征，包括去除中国字样，归还来自中国运来的故宫国宝，那甚至把什么雕像名字、机场都改成灯辉机场啊等等，然后甚至呢进一步说民众合法持枪，然后宣布台湾人绝对不会让美国子弟兵介入台湾的战场。新旧派就是要这些啊，还是不能怀疑美国吗？亮哥，这个卓荣泰普发1万让步啊，可是这个是典型的为德不足了。请问为什么要拖7个月啊？你自己去查一下，苏贞昌在蔡英文任内发6000，前后的行政程序不到2个月，大概只有50天就发了。从特别条例到总统府批下来，再编特别预算，要迅速通过，总统府再批下来，然后行政院作业怎么发，只有50天。为什么你卓荣泰的行政程序会慢到这个程度？这你要有个解释嘛。因为你这个我们现在是在救急耶，你不要搞错了。关税战的冲击，我估计10月下旬就开始了。你拖7个月，那是拖到明年2、3月。你确定他们能够挨过这一年吗？到时候如果发生治安事件，我看你要怎么处理，还有社会的悲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简直是莫名其妙这个行政程序绝对来得及，为什么他会需要7个月？你知道吗？因为他要并别的特别预算案。把其他钱一起并进来，就是他的阴谋嘛。他要并别的案嘛，要过就一起过嘛，就还在想这种事嘛。这个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救急救穷啊！你把它当作是蓝白的，好像他会因为这样加分，都是从政治的角度思考，真的是悲哀啊！我跟你讲，你不站在民众的角度救急救穷，到时候民众的反弹就泼到你身上了。那我觉得馆长坦白说了，大陆自己的品牌，然后价格比全世界都低啊。大疆无人机只是其中之一啦，大疆也不止无人机啊，还有那个自拍的 Pocket 2、Pocket 3还有一大堆啦。你只要问坊间的人就知道 ，LED 灯呢，太阳能产品呢，那都比台湾要便宜极多啦。那还有馆长也去了比亚迪啊。那比亚迪的车呢？人家有一些也是豪华装的，有一些大概只有10几万到20万人民币啊。比亚迪汉，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所以他这个体会是很有道理的。你台湾是不是顾及财团的利益啊？所以使得不止加关税、加货物税，搞不好财团还有互相的默契啊，这价格不要卖太低，就是维持汽车的利润啊。不然为什么中国大陆可以内卷，互相杀成这样，而且还盈利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现象啊，所以让馆长是眼睛为之一亮啊，因为那边便宜的东西，然后性价比有一定的程度，真的太多了啦，这个当然也值得台湾发展高科技啊，值得检讨啊。是。委员馆长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台湾的民众现在要的和平是必然的，尤其他把它讲成我们是家人，那该回家了。这也是像九把刀啊这些青鸟们啊，就说要你们滚回去啊，离开台湾这种概念。但其实两岸之间要手牵手，而不是敌人，这个是大家共同的一个感受嘛。当什么敌人？2300万去对抗14亿，我来做勇敢的。这么不要吹牛嘛，那么实力差那么多，精力差那么多，人口差那么多，然后草莓人加工是加工死跳跳，还是草莓死跳跳？很答案的嘛。这个时候讲什么鬼话？当然，两岸一家人，我们大家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今天台湾不敢面对中国大陆，我们就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台湾今天不敢面对中国的很多现实。我们就要面对更多的困难，就这么简单。事实上，馆长所讲的不就是10几年来我们在讲的话吗？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同时呢，我觉得深圳还提醒大家一件事情，2件事情。第一个，40几年前那是一个1万多人口的小渔村，今天是上千万人口的全球改变全球的一个大都会，改变全球，改变。第二个呢，它是一个什么地方？它是一个告诉我们。只有海纳百川才能成其为大。所有广东话是在中国所有的方言里面呢，最有地方特色、最强、最 power 的。可是整个的广东就是只有深圳是讲国语比讲广东话还更顺利的，因为都是外来人口，都是外来人口。那这个因为它容纳海纳百川，所以它成其为大。所有中国大陆现在一流的大学几乎都在深圳设有分校。这一些都在总统告诉我们，我们把视野应该要放大。同时，在这里我要把林慧环的事拿出来。林慧环讲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代表今天的国安单位出来讲话了。这个讲话告诉我们一个，我们台湾对美国真是不了解到极点了。还在以为自己是什么玩意儿，自己要搞清楚，在美国的心目中里，台湾很简单，只有你听我的。只有我要求你的，你没有资格，你也没有权利，你也没有牌来对我美国要求什么。美国人现在最不喜欢听的一句话就是，好像台湾的安全需要靠美国付出生命的代价来保护。他们有同盟这种，他们为什么没有这一回事？他们一直希望听到台湾的这一句话，做这样的一件事。什么事？就像当年的老总统在823炮战的做法，你不要派兵，你只要护航我的航，然后呢，抢滩作战我来。美国今天要看到的是台湾说，台湾的安全我们自己负责。那至于你美国来不来，到时候你们自己准备吧。泽连斯基至少开始还敢讲这一句话，仗我打。人家乌克兰很勇猛啊。不，我讲嘛，所以从这里，美国今天希望看到的是台湾的主动规划。安排自我防卫的军事跟投资的决心，而不是期待我美国要来干什么。因为今天在美国的心目中里，一切是以它为中心，台湾算什么？所以这是讲什么以美论了，不要以美论，那你都已经够死了。因为你们对美国，现在美国对台湾太不了解，因为美国需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要台湾来增加变数。美国是要解决俄乌的问题，需要中国的协助，不需要台湾的变数。这时候你台湾跑出来干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赖清德你要去美国，人家说别啦，然后呢，整个美国寂寞无声，没有人为你声援。对，安安静静，就是 Wyden 这一段，这第2篇文章反讽意味之强，讲的极为直白，就是说你们台湾的现在的执政党根本搞不清楚新的右派共和党到底在想什么，以至于都搞错方向。
Christian Whitten 写的文章当中啊，这个大家要记住啊，它里面的话呢，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啊，里面就是觉得说台湾已经变成川普最讨厌的地区了啊。那这个时候，这个林非凡呢、简直是没有知识到了极点啊。林非凡这个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情？因为他当了国安会的话，你讲的第一句话，我就发觉代表国安这个表达意见的时候，他应该要严正的交涉。现在是个不讲话的时候，因为这个连这个过境外交都没有机会，而且惠登讲得非常清楚，你想去休斯顿，你想去纽约，你选都没得选。说句良心话，那根本就是因为你讨厌你，甚至惠登还讲说，所有的国家要想避免被川普讨厌，都要拿台湾做范例，讲到这么难听。现在林非凡跑出来说句良心话，这个人真的一点学问都没有啊！我听他讲英文之后磕磕巴巴带个翻译啊，他这里面的话呢，真正要强调的重点，我跟大家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的话呢，对台湾来讲，适当的以美不要仇美，是一个最大的努力的方向，因为美国现在做的事情，啊，就是现在232条款的事情都还没有公布，马上啊，对不对？然后叠加了这个20%了，然后呢，台积电的跑掉了什么的啊，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新台币的话呢，这个升值这么厉害啊，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你现在坐在那边穿西装啊，还讲这种话，你凭什么？你拿着什么？你还叫我们不要以美？所以惠登讲的话呢，我另外要强调，那谢金河是讲了实话，他讲了实话，我不能够说他终于讲了实话，不，他的确是讲了实话。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他自己是玩钞票的，又不是玩算计的。他现在讲说，你那个川普满脑筋就是要跟这个习近平见面，你就乱打台湾，打给人家看。我告诉大家。日本的读卖新闻，日本的那个什么财经的新闻，还有朝日新闻，对不对？还有韩国的外交官啊，还有 BBC 里面登了台湾的讲的什么那个大罢免事情，你以为是偶然吗？我告诉大家一件非常事情，台湾在国际媒体上被孤立了，而且我会跟你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10多年来我没有见过国际媒体同时开炮，目的地都针对台湾。大家要了解。国际政治哲学讲究的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必须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大家不要低估了726的震撼，对于整个国际来讲，发掘赖清德真的是一点民意的力量都没有的情况下，所以这个媒体集体发声。惠登讲这个话当中最好笑的，你故宫东西还给大陆再讲，这开什么玩笑啊？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说产生的一个结果，如果惠登就拿台湾在那边玩来玩去，还没倒过来反讽啊，那么大家要了解，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怎么可以不以美呢？美国带头在搞我们呢，当你被搞的时候，你还心甘情愿的笑眯眯？谢谢吗？那我请求你比较跪惯了站不起来，卡把起，不要那讲。其实林非凡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代表政府的态度。对，林非凡一点都不重要，他是国安单位的。对，他不是他的意见，是代表政府的意见。是，但726剃光头真的已经让国际媒体都瞧不起这个政权，也是事实。这个是事实，几乎是一致的围剿。所以川普在想什么，惠登讲的很难听啦，就是根本没有把你放在眼里啦哦。